我就为了印证，我再回到这个地方，就大约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小范围，还有。那是不是像海市蜃楼那种感觉？海市蜃楼我都拍过。哦。前面水，房子，树都有。我知道这不是。我最开始我觉得是，后来我觉得你走着走着没了。好多人死就是看见那有湖啊，对，走啊走啊走啊，一看到消失了，彻底绝望了。这个海市蜃楼现在咱们知道是大气啊什么折射的现象。我那天还问这个人工智能，我说这种玄奘说的这种是什么哭啊？当然这很神秘，但是科学的解释是说，就是沙的那种音响现象，风吹沙呀造成的一些奇怪的声音。新疆不有魔鬼城吗？就是那个雅丹地貌，也有声音。它和那个风沙，我在风沙里面，我在新疆，在甘肃，就是所有的中国的沙漠我都走过。那个声音和我听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回事儿。像在沙漠里，因为它等于就没有坐标感了，就是你永远视觉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在那个罗布泊的湖心那是我是天天写日记啊，我才感觉到那个湖心它是有一个石碑，离于春顺的墓地能有个3、4公里那个样子啊，大概4、5公里那样，离楼兰西面楼兰也就是20多公里。那个湖心是海拔750米左右，因为我的海拔表不准，就有点误差。当我在那儿环顾四周的时候，就像一口巨大的锅，你就在这个锅底，然后往出走，就像一直在爬这个锅底，它不是多累啊，但一直你的视线都出不去几公里远，就视线就局限一个很近的地方，你四周怎么走都是这样。要走很久很久才能够出去，要走那么1天2天的。那人的精神是个什么状态呢？自我对话吗？还是说大脑是空的？大脑不是空的。我为什么选择罗布泊放到最后？我在西藏阿里无人区给我姐姐写过遗书，这是遇到了狼群。我是在新疆马不停蹄的走了13个月，2次想进罗布泊，那是第5年的时候，就是第4年和第5年的时候。我2次就没敢进去，一次是在若羌县，一次是在库尔勒。我想我走了一半，死在里面有点亏得慌。我把全中国都走完之后，最后再走罗布泊。我之前计划的时候，就是我在走之前不计划了10年吗？我没有想到从敦煌进去，从新疆出来，真没有想到。这不能瞎说啊！是我有了这10年的准备，又有10年的经历了，我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西出阳关嘛。所以到那里面，你要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肯定害怕。但是自己呢，也有点争强好胜，也想就像我爸爸去世之前说的这句话：“儿子，你要活出个人样。”我没有学历，小学3年多，我11岁辍学，13岁没有妈妈，15岁没有爸爸，那我就在外面打工。这辈子我还想有点成就，可是你就这种家庭出身，你没有办法，那你就找一条能适合自己的路吧。我觉得挑战这件事儿，我不是挑战自然，我是挑战我自己。这10年走完了之后，尤其是罗布泊，很多亲朋好友，包括媒体都不让我走，那你就在边上转一圈，给你拍点东西，也进罗布泊就得了。我这人还有点较真儿，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穿越一下，所以给我姐姐写的第2封遗书，我在敦煌写的我日记本里面。我一直背着他，最后31天走出来，那个害怕，就是你没法形容，你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当然也有天气好的时候，当然有点吃的有点喝的时候，你欣赏那种大漠风光，早晨和晚上那种大漠风光，就是太阳照在长河落日那种啊，还有看到那个银河。晚上太漂亮了，然后有的时候看那个月亮，真的是特别明亮的那种感觉，觉得这辈子也值了，该看的东西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我都看到了，最后也就是咬紧牙关，一步一步的坚持把自己这个小梦想完成了。我定了一个主题，环保民族探险。这个环保呢，其实是跟我父母那坟地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父母就埋在那个呼兰河畔，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呼兰河就像这个，那太美丽了，太好了。那个山是曾经金兀术在那个练兵场，
然后还有古迹呢。然后每年这个都去登山，那里面有野性什么的，哎呀，还有的时候还能捡着一些小鸟的蛋什么的。那随着我年龄增长，然后那个山，那个年代，你想也不管那个崩那个石头建房子，建什么猪圈呐，什么是这些，然后那个山不像山了，河污染，河不像河了。后来我走出来，我想，顺便我把环境方面我去做记录，拍一拍，因为这件事儿我几次被追杀过。比如说，为什么？盗藏羚羊的，我晚上我听他们扫射那个藏羚羊，然后扒皮光要那皮，我就在那偷拍。这闪光灯它亮了，他看到了，差点打死我，你知道吗？用那个枪托子，我想那相机也不太好，我想稍近一点。我这个不是职业摄影的，就是留一些这个影像记录就行了。结果被曝光了，然后他们只要羊皮。那些是专业团体啊，他们专业盗杀羚羊的那个时候。然后还有往那个从长江源头、黄河源头、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只要有人居住就开始污染。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山不管什么木头，我看到最残忍的是，直径差不多80公分到1米粗的大松树，几十米高，上面有松树塔嘛，就他们吃那个松子儿，松仁儿，他没有办法上去，怕上去这个出现问题，他用那个油锯把它放倒，就要那几麻袋的那个松塔，最后那个树就烂在那里面。你是不是还举报来着？我举报啊，我举报，所以被追杀是吗？天哪！像你说有一个怎么就是劫匪的，还后来还跟你结交了？有骑马接我的，有的都是埋伏好接我的，就那么一次，是2辆大摩托车，4个人，在一个已经快黄昏了，就是傍晚的时候，在一个山上上去了。那小车一般都上不去的，那个大油门上去之后，没打我，没骂我，就把我那个旁边是一个小悬崖，下面都是万丈深渊的那种沟壑纵横的那种。他说：“哥们儿缺钱了，把你钱和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来。”我一直带着一枚金戒指，20多克的金戒指，我别在衣服里面，我是不敢戴。我想这是到救命的时候，你要是遇到这些事就给他们。我那个东西没拿出来，我就拿出一沓钱，外面有那么2张100块钱，里面都散钱，显着厚点嘛。我说哥们儿，我就这点钱了，为劫道的准备好了都。遇到多少次买路钱啊？于春顺也遇到过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钱给他了。他还没等结的时候，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徒步走全中国的。他说谁给你拿钱支持你？全中国的。他说谁支持你？谁给你拿钱走的？我说我是自费，我把房子都卖了，我是真把房子卖了走之前。然后我说就这点钱给你，我这个相机都摔坏过，也不太好用，后面都缠上塑料布了，塑料膜，因为跑光嘛。就看看我之后，你要走到哪儿？我说我要10年走遍中国，我又重复了一句。然后这个哥们儿一看就是老大，那3个人的头，跟那时候他不容易，放他一把。哎呦，我心里那砰砰跳啊！我拿着那个三脚架，里面还有防身的那个架，准备搏斗呢。准备你要往死里打我，就跟他搏斗嘛。结果他们骑车就下山了，哎呦，松了一口气往前走。结果走了没有多远，摩托车又上来了。我想这是不想放过呀，只要你不要命，你要啥我都给你。到我身边，快到离几米远的时候，站下。那你能走过他吗？我往上跑，你爬不上去了，那太陡，你肯定就是就范呗。我就在那身边，我就是准备好了，你要相机也给，那点钱也给你。就是到身边，他都没下车，一个脚支地，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我就懵了。这前几分钟10-20分钟吧，也就是还要抢劫，我这要跟我交朋友，这电影情节，我就点头，我就点头。他说那个看你不容易，是条汉子，我们下山在那个食杂店，是个小村庄，我就是从那村庄走过来的嘛。然后给你买点东西，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几瓶矿泉水，那个时候我买过那矿泉水，就是地方的，1块钱1瓶矿泉水，有几包饼干，就是小卷的那种，这么长这么粗，一卷一卷，有几包饼干。他跟你今天晚上肯定在这片森林你出不去了，那个给你点吃的。哎呦，我哆了哆嗦接过来之后，他问我刚接过来。
你有没有笔和纸？我说有，方圆几十公里，肯定他们是在那一片还有点小名气嘛。哎，我要遇到什么事儿，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的。大侠嘛，本来就是走过来一个大侠嘛。这个人做这样一件事儿哈，其实呢，你想想看啊，他是一个随时可以终止的，对，随时可以放弃的。为什么我觉得他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减肥，我说我一天吃一个沙拉，饿点，你会原谅自己吗？饿极了就放纵自己一下。他并不是真的原始人，他随时可以回到城市，也随时可以结束这个生死关头，对吧？那就可以退却嘛。也没人给你什么压力，但是一个人就是自愿的把自己置于绝境，而且是一个可以退回的绝境，可以放弃的。但是那是什么让自己撑死了往前顶呢？哎，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的愿望、梦想都没有实现。我最早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想当一名医生，我好好读书。我学习成绩真的很好，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还看我的班主任老师，我回77岁了，我就看我的老师，我那天我还哭了。这个就读了小学3年半，小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当医生，我不求别的，我给我爸妈身体治好。但是你最后连小学都没读完，你不可能从医。然后第二个梦想，我去参军。我15周岁就在外面打工了。我13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去世了。15岁的时候，我爸爸去世。我是安葬了爸爸。很多人知道我有哥哥姐姐，他说为什么你有哥哥姐姐，你最小的安葬爸爸吗？因为是从呼兰，我妈妈去世在呼兰，我爸爸就带着我到了五常一个山里面。然后我爸爸2年以后是在那儿去世的。那我哥哥他们我姐姐结婚了，这个哥哥有结婚的，有出去打工的，就我守在爸爸身边。我是借的棺材，借的寿衣，后来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那时候就不到200块钱，连棺材的寿衣就170-180块钱，大松木棺材，然后我都还上之后，就剩了27块4毛钱，背着一个包就走向社会。我想我怎么都要养活我到18岁。我就参军，结果18岁的时候到乡武装部报名参军，体检合格，结果都想参军。那个年代家里情况都不好嘛，参军不容易。参军，我想我没有爹妈了，我把我的一生交给部队，这个愿望又没有实现，那我就在外面打工赚钱吧，先养活自己。就这样，87年看到邮票，89年看到的于春顺。当然，玄奘和这个我特别喜欢《西游记》，这个玄奘也是给我了一些启示。我觉得走出去还是有收获的。我特好奇的是，就是说他准备了10年，对，就是这个是多么强烈的一个目标感。你比如我们也会有这种远大的理想哈，或者某些冲动，但是他在这10年里是好像说一天做多少个俯卧撑，然后他是非常具象的在准备10年啊，你很容易放弃的。对，我在这10年期间，我用一句话说，我跟他们开玩笑，我就是折腾我自己，但是我有目标的折腾。一个是每天跑10公里，有的时候多点，有时候少点，2000个仰卧起坐，800个俯卧撑，分4组，就一组500个仰卧起坐，200个俯卧撑，我不影响我工作，不影响打工做小生意，我必须完成。这个包大家都觉得很重，我最后出发之前，我用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背沙袋子从30斤加到70斤，背沙袋子跑10公里。当然跟走出来还不一样，这个锻炼身体和走出来不一样。所以你就在那一个小环境，但是你走出来，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而且，文涛老师，我还做了一件事儿，很多人真的把我当成精神有点不正常。我出发前不到2个月，我去医院跟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要把阑尾切除。然后医生说，他在那正好也忙着工作呢嘛，他说你是急性阑尾炎是慢性阑尾炎？我说没有阑尾炎，是在东北。你跟我扯什么蛋？我这会儿忙着，你没有阑尾炎，你切什么阑尾？你赶紧上哪儿凉快上哪儿待。你就是有远见的。这是于春顺在路上得阑尾炎，差点死在路上，我在他身上借鉴的。我说为什么没有得阑尾炎就不能切阑尾？我就把那个证件那16枚公章我就拿回去让他看了一下。我说我要徒步走遍中国10年，我这里面有去探险，在无人区探险，我要得阑尾炎，我救不了自己。然后第2天把阑尾切除了。哎呦，
所以你说这是个狠人嘛？对，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类似的人，就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徒步者、攀岩者、危险的这种运动的从事者哈。我觉得你还是真的我面对面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为什么呢？说白了，为什么呢？值得拿命去换？你看我至少刚才似乎得到一个理由，就是这是个大孝子，就是他父亲临终前就你要活出个样来。那什么叫有样？当时我也不理解，那什么叫样？那我就好好挣钱呗，干活守法，就做一个守法公民。所以我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小生意，然后又学了瓦工，我是一个小瓦工，架子工、钢筋工，也包括一些小活嘛。在那个年代也算在80年代末，我已经在那个地区已经不错了，啊，但是我觉得我拼死拼活就为了赚钱，我这辈子没有文化，没有文凭，被很多人都看不起，尤其是小的时候被人看不起。我就是还是那句话，有点争强好胜。这个我走中国没人管我，也不用一票大的，也不用跟谁去报名去，我就自己来吧。所以其实我做10年的准备，说实话，我是怕死的人，我挺怕死的。我要不怕死，我就不准备那么多年了。第一个，我是15岁走向社会，25岁就开始做这个准备，35岁再走出来。那也就是说，我赚了20年的钱，做了10年的准备。我想，我要20多岁走出去，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能不能坚持下来？那诱惑太多了。30多岁了，已经而立之年了，是不是相对从经历啊，从阅历稍稍能好一点点？所以我选择了30多岁才走出来。我20多岁那时候，我可以一冲动，我也可以走出来，我没有走。另外，我觉得做的准备不充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么辽阔，你往哪儿走，怎么走，你走出去干什么？我问自己啊，我问别人，别人都说我神经不正常。你是不是有点钱，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还有一部分说你是不是要逃避这个逃避那个？我什么都没有逃避啊。那你是为什么？你怎么回答自己呢？我就想，一个是那个年代，长漂、黄河漂、走万里长城，还有徒步的于春顺，这些人，我觉得我羡慕他们，自己一生当中最喜欢做的一件事能做到极致，甚至有很多人就死在长江里面、黄河里面、雅鲁藏布江里面，在路上走着走着也就消失没了。那这件事我也可以干的，他们都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他也没有门槛。万一我要是能把它干完了呢？能做完了呢？你是为了出名吗？不完全是为了出名，但是也想过，万一我要走完了之后，那些我小的时候看不起我的人，那些亲朋好友，我给你们看看，你看，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就是我要活出个声响来。有大志啊，其实这也是大志啊，是吧？但你知道有很多人会憋着一口气，但是他并不会为此付出长时间的，他只是憋气行动。对，对，你把它付出行动，而且是有规划的，能持续的，这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有气的人多了。你看，有人就说于纯顺跟他的那个区别啊，有人说于纯顺反映了80年代的那个时候啊，他比较感性。说这个雷电生呢，其实还是理性探险，就他不是要去找死的，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现在毕竟在很多地方有这个 GPS， 他不是不是自杀性的，对吧？不是。所以说，你看他现在还辅导很多想远足的人、想徒步的人，他有很多求生的这种知识和这个预备技巧和技巧。对，当然死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可以这样的去一辈子干一件事儿，哎，就这干一个壮举吧。是不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后这种走就风险就没那么大了？风险还是存在，每年都有在无人区遇难的，每年都有。你觉得他们临死之前，因为你可能经历过濒临那个的时刻啊，你觉得人的脑子他会想什么？当时我是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我能把当下我先活下来，不管遇到沙尘暴、泥石流、雪崩，遇到野生动物，遇到那种极端天气，我都想我能熬过去。我去墨脱，因为墨脱是当年唯一不通公路的县，我从波密进去，然后翻越嘎隆拉雪山，7、8月份那个冰雪还有好几米厚啊，
然后那天晚上下着雨夹雪，我那个装备不存在什么装备，那太简陋了。简陋我也有办法，我在农村还种过地呢，而且我种地还不一样。我在松花江北岸，我一年种2季庄稼。在8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人突破我。我种那个粘玉米，就是粘玉米是在春天的时候刚开春，在屋里面把那个苗细出来，实现个小小的梦想。所以这条路呢，是一条可以说是向死而生的路。但是我有那10年的充分的准备，破釜沉舟，我就没去过这个正常日子。我在想再折腾10年，我把房子卖了。我喜欢收藏点小东西，邮票啊、钱币啊、银元等等这些东西，我全部不要了。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要做任何一件事，就是你想做的事，就把它做到极致。结果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是很喜欢过程。包括你生吃蛇肉的过程，对，这不是苦吗？苦，并快乐着呀。你看着是苦，可是你欣赏那种风景，那种大美的山川，各个民族的歌舞。今天哪里是讲探险，今天是讲哲学。对，这是哲学家呀！你没有，这不敢当，不敢当。不是你这个哲学是脚走出来的哲学。没有。你刚才讲的那个，我去西北的时候，也就地面完全没有光污染，那个时候银河特别亮。你那个时候晚上就一个人呢，是不是所有的世界离你都很远，然后就一个人在这个欣赏，而且有多少人这个为了什么还在难受拧巴，这个无奈。你看我在这儿欣赏这个大自然，这片天地就暂时是归我了。那你觉得孤独吗？不希望有人分享吗？当时希望有人在身边吗？孤独的时候有，就生病的时候很孤独，想这个想那个的，想亲人呐，说身边要有个朋友能给你递口水，拿几片药。没有，完全是由自己来做。要能撞到白骨精也不错。在路上遇到过啊，路上遇到过，真的。那从北京追到西双版纳把我找到了。哎呦，你看，美女爱英雄啊，是不是？云南那个摩梭族，摩梭山庄，那个经理让我在那住几天，免费让我住几天，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摩梭文化。后来那女儿国，晚上女孩子要跟我走婚，那你要说不想那是不可能。但是我想，人家供你吃供你住，你再跟人走婚，你成啥了这是？难受就自己难受呗。你这我怕出问题啊。有水平，还是你有水平。像你这样的早就留下了，出发不了。他是这个到2008年的时候了哈，但是你看到今天。这个徒步啊，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你看，我认识几个小年轻的哈，我说你们老去爬山，北京郊区的，他们周末就去，然后就是说没信号才好呢，老板找不着我，对吧？他就喜欢找手机没信号的地方，而且现在有很多攻略，这是一种精神体验。好多人认为这个年轻人似乎在堕落哈，我觉得没准啊。我年轻人比我们在进化，每天这个996啊什么什么的，而且这个压力卷竞争，他们就发现折磨自己，有的时候这个里边甚至都有鄙视链呢。这以你吃的苦的这个大小来衡量，这个是水平比较高的。你这雷神嘛，所以就神了嘛。哎，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这么个劲儿？上次呢，我记得我还听一个学者说。大脑里有个快乐中心，但是这个痛苦中心和快乐中心离得很近。痛苦中心要是放电的时候啊，快乐中心就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会解释，它有时候有点难度，受点折磨，受点苦之后感觉到的那个甜，哎，这个我们认为哦，这个家伙有，比如说有力度，或者叫有力量，或者说这种享受够劲儿，就是你得有点苦。好像说你达到的那个乐啊，才更高似的。这个审美上呢，就叫崇高。崇高呢，就是比方惊涛骇浪啊、大海啊，就是这石头啊什么。那典型的定义就是有距离的恐惧，就是人喜欢有距离的恐惧。但这个恐惧呢，叫黄山，你到了天都峰，
很害怕，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铁链条，要是没这个铁链条的话，没法审美了，那就赶紧逃了。他们挑战的就是这条线。你看那天没有链条的。那天我跟我俩哥们儿就聊哈，你看这就两种人，一个哥们儿就说呢，不喜欢追女孩。他也不，我喜欢的就是喜欢我的，你不喜欢我，我根本不愿意追，怕人家拒绝啊，就我觉得那个就没劲。但是另一个就正相反，他说啊，我就喜欢那个老追还追不上，整天臊着我、打击我、挫折我，他越挫折我，我就越忘不了他，我就越想追他。这经历了千难万苦，最后追到的时候，哎呀，他说我觉得那个才最享受。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痛苦这件事情会让你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此刻的感觉，因为这时候你要聚焦所有的东西去对付这个痛苦，或者对付这个危险，对付这个恐惧，就是你的所谓临在感最强的。就是他们说徒步也是这样，你一步一步一步，你每一步都在想我是停还是走，你每一步都在选择，你这个选择的总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每一步都是此刻，你没有任何杂念，你没有任何就是你高度专注，就像咱们刚才说攀岩也是一样的，你每一刻都是此刻。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不是活在此刻，你是活在对未来的焦虑里头，或者对过去的后悔里头，你没有活在这一刻。是。那么这一刻其实是所谓就高度投入，它有个副产品就是愉悦感、幸福感。你这个最好的解释了他的那个金句，每一步都算数。对，是不是？就是过程里面。不是到哪儿了。我可以讲一个我去神农架的故事啊。一直传说神农架有野人，我想我是一个民间探险的，那我也到这神农架，所有的原始森林我都穿越过。我去神农架买了好多胶卷，买的那个烧饼子的压缩饼干，带了点榨菜，我进去找。我是这个下雨的时候，天那里面雨雾蒙蒙的，天潮气比较重，我用好几层塑料袋把这个相机先保护好。如果要是能看到野人，赶紧就连拍哈，那都有成就。找了10来天，连个野人毛没看见，我自己成野人了，没有吃的了。刚才那个形象也挺像，像，真是我没有吃的了，那就心里发慌了。然后我就往出走，那时候就是一个是指北针。就是指南针嘛，还有一个是纸质的地图，大概找方向。我这方向感还算可以，你给我扔到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沙尘暴，能见度不足10米，我都基本上能找出来。我没转过向，这10年，啊，没走迷过路。那你走，你是一步一步背这个大包，还被一群野猪还追我，那我身上都馊了，还带点那个。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馊味的。然后野猪过来的时候，我就爬树上去，我带一包鞭炮，都是用塑料袋包好了，我就点着往下崩。那野猪跑的时候撞到树上，那个场面我觉得太精彩了。你知道，后来我就在里面饿得慌，吃树叶子，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有的东西我不认识，我就一个品种弄一堆，一个品种弄一堆，然后把那个汁儿挤出来，抓那个蚂蚱和那个大蚂蚁，强行。也让他吃，他过一会儿，这个死了，这堆东西就不吃了。他还活蹦乱跳的，我就吃，但是不准确啊。我吃完之后，我那个手肿的就像有胡萝卜似的，就是有毒，就是微量的一些毒啊。吃了3天树叶子，最后抓了一条蛇。其实我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民间环保志愿者，抓蛇那有点不对劲儿。当然，它也不是保护品种啊，就是那草蛇。太饿了，抓完之后头砍掉。差不多小2米长，然后把一条皮就撕进去之后，我拎着它，我就找干柴。天天下雨，没有干柴火。后来这也不能扔啊，我就用个刀片削下几条，带着盐，撒点盐。当放到嘴里的时候，它那个神经没死，就蹦蹦蹦蹦在嘴里蹦，就一条蛇就这么吃进去。的确吃完之后，过不了半个小时，身体就有力气，往出走。又走了将近2天，找到了一个小村庄，你就看到。有他们到山里面找东西的那个人踩的小路，有的可不是人踩的，熊有熊的路，野猪有野猪的路，它那个野生动物有野生动物的路，那你能看到它刮下来那些毛什么的，那不对劲儿，你不能沿着它的路走，所以走到了熊窝去了，就找到了一个小村庄，这是特别大山里面小村庄。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也看着这个妇女啊，还有老人在那哄着小孩在那聊天呢。
一看我进去，全都跑屋里面去了。哎，我想买点东西，终于找到小村庄了。敲门他也不开，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食杂店，用那个纸壳子，油笔描来描去，就3个字食杂店挂在那门旁。我进去了，刚迈进去之后，一个男的就拿着秤砣就要砸我，你什么人？赶紧出去！我说我买东西的人什么人？说你什么买东西的人？我说我有证件，我到神农架找野人没找到，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买点吃的。我把证件什么还有照片我就给他看，看完之后我拿钱买点这个，我一看那上面都有2年多了，那也香啊，你知道，就那一刻那种幸福感。所以有一种快乐的方法你是纵欲，但是还有一种快乐的方法是先苦后甜。你让自个，这我最有体会了，你让自己饿几天，真的随便吃什么都好吃，比龙虾还好吃。主要还是接触一个基本人性，但实际上你的故事啊是《鲁滨森漂流记》啊，你的整个故事在讲的一个现代的社会的人到了一个自然的没有社会条件的地方，人怎么生存下去。那你觉得有没有点像你喜欢的杰克伦敦呢？是啊，这个是一路的，都是鲁滨森漂流记的，它里边有文明的东西，你看你有带的相机，对不对？你有科学的道理，有指北针，但是基本上你把自己有意的把自己处理在一个非社会化的情况，没有人嘛，也没法补充。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最大的考验是考验你自己，而且激励人家，你将来可以办学校，有很多人给你来初步的啊徒步的学校啊，告诉他们一些基本的安全的准则，但是你的核心是我们都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你一定的年份以后选定了自己的道路，然后为这条道路为自己做的，你做研究也好，你爬山也好，你做节目也好，你开工厂也好，你把你全部的生命投进去。对，你侧面的人来问你 for what， 你开了工厂了，你做的节目有流量了，你出了10本书了，你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想好了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你是选了一条最极端的路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精神我们都是相同的。你觉得这样一趟之后啊，你觉得你的人有改变吗？有改变。首先呢，接着徐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我没有那么高大上，我就读了小学3年多，这10年我就等于一个人的研学，我一个人去见世面，去来磨练自己，去挑战自己，走万里路，丰富自己。走万里路就是读万卷书。对，然后我小的时候，被亲戚朋友，尤其是亲戚看不起、看不上，吃碗玉米碴子都吃不上，一个玉米面窝头都吃不上的那种。我想用这个第一个事来证明，那也恨过他们。说实话，那后来还没等走完呢，我就放下了。我所有都放下了。我觉得人生不应该这么去纠结。我就知道，从难受到忍受，从接受到享受，是一段人生过程。哲学课程从难受到忍受，从接受到享受，这是一条修行路啊。路上呢，我也见到，也去拜访过一些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大师啊、导师啊，尤其是我记得最清晰的是，走到安徽安庆有个叫迎江寺，迎江寺是在长江的北岸，那里面我是非常喜欢古塔，就是中国的古塔，几乎大部分都找到了。哎呀，你太好了，我也喜欢。它里面有个塔叫镇风塔，我就去为了看这个塔，主持介绍我见万方丈。我俩长谈了很久，他最后给了我一句话，他说：“孩子啊，走路是一种修行。”当时我不敢反驳他，我说：“那大德高僧，我这个小老百姓，那人家说啥就是啥。”后来2年以后，我走到了西藏的时候，我听说圆寂了，我朝着安庆这边深深的鞠了3个躬。我突然想到，人生何处不是修行？你去走路是修行，我们读书不是修行吗？做工厂不是修行吗？干什么都是修行。修什么行？修你这个行为举止，修你的心。它不是外修，是内修，修自己。所以那一刻，我把所有那些恩恩怨怨的东西
就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比如说更乐观的人，或者说更不斤斤计较的人。非常乐观。你完成了这10年的以后，你看这就从2008年完成，但是会觉得空虚吗？那这些年你也不再做什么壮举了。我没有空虚，在这17年里头，除了这个疫情之外，疫情期间我还有一些活动，我做了2000多场分享，都没有一场是我主动的，啊，这个说难听点话，除了火葬场和精神病院没去过，所有的地方你说什么地方我都去过，跟他们分享。从一鼓掌我就不知道上句说什么了，就接不上，然后到给这个火箭军部队，不都是年轻小伙，还有一些首长，我先喝上3、4两酒，给自己整迷糊了再想。那个时候酒壮怂人胆呐，那你就说吧，反正我喝多了。我觉得2000多场比走遍全国还难呢。所以他怎么说？难受、忍受、接受、享受，一串一串的，原来2000多，原来就练出来的，这家伙真的是脱胎换骨了。我觉得这个是个财富哈，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在沙漠里像一个大锅一样哈，就你一个人，像蚂蚁一样往出爬。对，就是这种宇宙的尺度，就是你跟参照系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把这个再想一想，就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所有东西都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对，你有没有体验过自我消失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了，只有这个一个大大的这个空旷无人的一个我在这路上走的时候，在原始森林、在沙漠、戈壁、雪山，我一个人有关啊。那个会对人有什么改变？就是那样的一个大的尺度。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要跟这个跟大地、跟宇宙，那渺小的都不如一只蚂蚁，有什么可斤斤计较？所以我也经常跟一些身边的朋友我说。那谁都有难事，你这一辈子要没有难心事儿，那他都不是人。这一辈子你要没有遇到过小人，证明你啥事都没做过。你没做过什么事儿，才没有小人呢。所以呢，我说学会放下，但是不放弃，不放弃梦想。那些琐碎的事儿，能放下就放下，但不放弃。但是学会放松，不放纵。还要学会放松，不放纵。这家2000多场金句迭出。人生这根弦你要绷得太紧。那真的就是跟自己命较劲了，没必要。你放下那些小小的羁绊，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真的。你今天纠结的点事儿，你再过3、2年，你回过头一看，哎，觉得自己怎么能这样？这就是等于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他就是有时候会达到这样一种认知。你说这一路上不也是一种学习吗？会让你在知识上长进的多少？知识上长进不太多，但是呢。肯定，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叫见多识广哎。另外，你能见到很多那些德高望重你要学习的人，就包括3位老师。那我们跟你学习3位的这种学识、那种经历，那我这辈子我是赶不上的。但是我经常说了一句话，也未必正确。这个一个人一辈子啊，一定要扬长避短。一个家庭、一个团队或者一个公司，一定是取长补短。你说你让我当科学家，这辈子你整死我也当不了，你当这个航天员我也做不到，所以你就把一件事你喜欢的事儿，把它做到极致就好。至于是什么样，能收获到什么程度，不要去怨天尤人，你就是做了就好。就是一辈子就是经历嘛，所以我非常这个喜欢这个老子有一句话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强行者有志。当你自己不强，爹妈也不是你依靠的一辈子，就还是自己强嘛。但是老子好像不会徒步走遍全国，他不是这个路。骑着青牛走啊，他骑着青牛，他出函谷关了是吧？我特别难道应该从事高风险活动吗？那我做过建筑啊，那建筑里面每年都有出问题的，各个行业都会出现生命的问题。那你说这一辈子谁知道我啥时候就没了，啥时候就走了？但是就是因为我还珍惜生命，我才做了10年的准备，我尽量的把我的生命保护好。我为什么我就没有6月份穿越罗布泊？我心里也没底啊。总是化险为夷，它其实里边也不完全是运气，它这里面有综合了特别多物理的、什么生态的各种知识。对它的好奇在哪里？
我的好奇在于，就是在空无一人的地方的时候，自我和自我是什么一种状态的对话？哎，你看，咱们都感兴趣这个问题。对，有一个电影，它叫 The Way 哈，叫朝圣之路吧。就是说这爸爸就有点像你似的，他特别不理解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就是爱徒步嘛。然后他确实是在某一次的就是意外当中就去世了。然后呢，他就看他的儿子列了一个他的这个理想清单，说我一定要走完这条路。他爸就背着他的骨灰就上路了，但是在刚开始他只是为了完成他的一个遗愿，他觉得我不得不，我为了我的儿子，我对他可能就是太不理解了。但是整个这过程中，后来最后他发现其实是为他自己走的，就是刚才雷老师说的，就是叫出发就是抵达，就不是我非得。这个过程当中，你甚至可能骂天骂地，这甚至可能很多负面的。就当一个人绝对在绝境没有人的时候，他可能首先是把心里边的很多，你看他说容易脾气不好。很多的这种焦躁，甚至是精神失常，都会出现。还有一种就是，当你不缺吃不缺喝的时候，你去欣赏那片雪山，那片这个日出日落，或者有的时候抓那个蝈蝈，然后一些小虫、小昆虫，小蛇，就是玩一回，你可以跟它去对话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人太宁静了。我觉得一个人不能总在嘈杂的那个环境当中生活，偶尔要让自己静下来。所以我在路上就这水平还经常写顺口溜呢。你看我在都市里面就写不出来这个顺口溜。有诗性还有点押辙，就押韵，挺押韵的那种。我都基本上都写到笔记上，有诗性大发。住到桥洞的底下，我就把它写上，就是那个此情此景，你能感受得到。体验就是体验。你看。就在这种地方，对，这一个写诗呢，这是这真是今日诗人之象征。带着蜡烛、电池我都舍不得用。人在这种时候啊，一下子他不是机器了，对，他也有了诗性了，有了浪漫了，他有了很多就是没用的或者说空的。假如说从这个地球终将会灭亡来说。你说一个人徒步走遍全国，冒着风险，没有意义。那么你选择一个平台去打工，最后哪怕混到 CEO， 那么你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两件事相比，都叫有意义，或者都叫没意义。上班做社畜，他也是吃他的苦，也有他的得。但是你这种呢，对吧？在生死线间穿行，其实就是说随便立一个愿，但是你完成这个愿。好像此生也是一种，活出来了，活就没白活。对，我没想到我这个走完之后，还能别人去找我去分享，这一分享了2000多场，少到几十人，最多的2万多人一场，最多的时候一天分享过4场，我很累，晚上就是有点透支，就是吃饭喝水身上都有点哆嗦了那种感觉。后来我自己问自己。哎呀，少讲2场，有的是真的不给费用，他买点书；有的还真给很多费用，就像大的企业，真跟很多那个费用都以前我1年我可能都赚不来的那种。后来，哎呦，我居然我还能，就我这水平还能有这么大的收获，然后还有费用，同时呢，给那些家长、孩子、老师，尤其是学生们讲，我说一天我最多的时候影响过7、8万人。哪怕有7、8个孩子，因为我的经历能改变他现在的忧虑、焦虑、内卷，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甚至是躺平，我能影响7、8个孩子，我也值了。你对他们孩子躺平，你什么态度？我是非常不赞成人躺平，不管是年龄多大，只要这个活一天，我们就要去。为了就是说漂亮点话，为了你自己的理想或者你自己的梦想，就要去做一天。其实你真的躺平，比你自己去折腾还难受。躺平他会难受的，他是一小段时间可能是躺平，他觉得舒服了，时间长了还不如做点事情。就是现在的小孩肯定是更活在一个虚拟的一个时候，是不是就是纯的大自然的东西，不需要多说也能给他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母亲关心的啊，我个人认为，大自然是有能量的，它有能量场。不管是山间、湖盆、沙漠、草原、森林、戈壁，你到那边去，或者3、5个人或者一拨人，哪怕是你做好
这个安全的准备，你自己到那去驻帐篷住几天，带点吃的，你回来之后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精神面貌，它是真的接地气。尤其是在大都市那种，这种勾心斗角是100%是有的，尔虞我诈也有，你到那里面这些都没有了。当人呢完全进入一种类似于原始人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觉不觉得自己，比如说有些感觉，或者说有些本能，就在更灵敏了，更恢复的那种感觉，谋生的那种。而且，尤其是在原始森林，你在这里面，除了那几个凶猛的野兽，因为你的头脑比他清楚，他来袭击你，你能知道怎么对付他。除了那个以外，你在这里面你就是王。而且去欣赏那个大自然，尤其是那个早晨，那种草香、那种花香、那种鸟语花香，你还不能起来呢，那个小鸟就给你叫起来，你看着它在那儿欣赏一会儿，那种舒服，那种内心，你有多拧巴、多纠结，慢慢一下就沉淀下来。这个大自然还这么美好。你跟世界是一体的，对，你嵌入到那个自然当中，然后你感觉没别人，我就是王，对，King of the world， 牛，谢谢，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叫雷神嘛，对，雷神，谢谢。你怎么有点像祝福那个？那个汉简一样的那种东西。菊石，你见过博物馆里的那种？哎，那个小说叫什么？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曾经金兀术在那练兵场。那你觉得有没有点像你喜欢的杰克伦敦呢？但实际上，你的故事啊，是《鲁滨逊漂流记》。甚至有很多人就死在长江里面、黄河里面。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从海里拱出来的。2001场，2001场，这也必定是你最精彩的一场。谢谢啊！我们还得坐会儿。我就觉得他就完成了一个对自己的这个强训，就是各方面的能力。但他也是幸运的，这个中间有很多幸运。对呀，但是这个幸运呢，不可能10年都陪伴你幸运。这个规划很重要，人生是规划。现在的很多西方的我认识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走这条路，不过不走那么极端。不走，比方说从来不买名牌，
整天全世界到处参加马拉松，把钱都花在到各个地方的马拉松。他们呢周末去个旅馆，我就听说，我都没去，本来叫我去新西兰。车子开上去，开到一个山顶上，山顶上就一帐篷，啊，有一个温泉的澡，这个露天的，其他啥都没有。当然，基本的生活设备有。奇贵，要很久才能订到这样的这个帐篷的酒店。他们就是对着星星啊，对，就是觉得天上的星星很近，什么就你刚才讲的，然后旁边都是虫叫、鸟叫什么的，就诸如此类，就是模仿。因为这个就是带栏杆的恐惧，就是保护你的基本生存，但是让你害怕去体验。他们从帐篷走到那个温泉池，基因里可能还刻着很多，就是在这个纯自然的环境里，你会身体舒适、精神舒适的这种基因。你在海边为什么感到舒适呢？据说这就是我们曾经是海生生物的那个很远古的基因，那个味儿就觉得舒服，就觉得好像舒坦。那是因为你不是打鱼的。你说你沿路上还跟人搏斗吗？跟你抢劫的，你跟人搏斗过。那最后他往死里打我呀，那我肯定要跟他搏斗。那你最后怎么一个人你怎么能脱身呢？我有的时候给他们打跑了。你一个人？我打3、4个人没事。他是做准备，你之前练过武功吗？还是我现在打9节鞭，我可以把眼睛蒙上。他这个练硬气功什么的，准备的时候我是练硬气功，那真的是啥都不懂了，就是硬来啊！在那一拿大鼎就是1、2个小时啊。咱们那个大绿棒子啤酒瓶子，我自己往脑袋上砸，一次砸碎20个。天哪，这是个狠人！你看我这个我这个被毒蛇在原始森林里被毒蛇咬完了之后，我2头用绳子绑上，把肉挖掉。哎呦，是这一块，把肉挖掉。不这样去做，3、4个小时人就死了。那不疼晕过去了？没事。剜肉啊！天哪，这家伙跟关云长刮骨疗毒，然后自己把那绳子打开，带着一些消炎药附录附上去。对，很多人本来想学的就不学了。但是不觉得疼吗？所以我怕死。我想过，你是疼那一下，还是你这个毒液你挤不干净，你就死在这里面。你把这块肉，我觉得得疼昏过去了。没那么严重。我用绳子绑上之后，就照那块我不看。一削，就有的消毒呢？消毒呢？我带着白酒啊。在网上倒白酒。我10年没有那个离开过白酒，就是中国的酒厂大酒厂没有我没去过的，而且他们还送过我最好的酒。白酒你看一路上能消毒，对，是吧？还能暂时忘记痛苦，是吧？抿两口。关键当时还那个恐惧，就是说我如果死在这儿了，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你还有个经济问题，你这个谋生这一路上是我这经济，这经费是我赚了20年的钱呢。我从15岁到35岁赚了20年的钱，我在路上还赚了将近7万块钱。我收过那个玉石小籽料在和田啊，我收过冬虫夏草，因为我收的那个不是大面积的，都是他们家里没有多少，他卖不出去，我来收啊。我收完之后背到都市里面去。那你这10年走完了，钱花光了吗？没够。然后后来一些现在2000场演讲肯定赚回来，能赚回来。就你现在主要靠什么生活呢？可以带一些企业家、青少年出去，去研学啊。对。然后我自己还有点稿费。写的书。我这写了好几本书。对，写了好几本书啊。